一只虚假雷兽，也敢在老夫阴虚修为面前造次！主教，这下是不是玩大了？这雷之仙界的接引之法，与我可是天大的机缘，坚不可摧的仙神之魂，就有些融化。这样闯入雷仙界的，说不定是个有缘人呐。你就是那假冒之人！王林拦截了一队刚从雷仙殿取鼎归来的修士，领头的一名阴虚境界老者认出王林并非雷仙殿使者，双方随即爆发冲突。王林放出仙位傀儡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制老者，并祭出仙山之魂施展抽灵之术，逼得老者不得不开启眉心的诡异神通，显现出第三只眼，以红芒抵挡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攻防，老者因元力尚不稳定而力竭，为了保命被迫交出雷鼎。王林夺下雷鼎后并未立刻杀伐，而是注视着老者，平静地提出想要交换对方刚才施展的那种奇特神通。老者在听到王林愿意用寂灭指、化魔指以及他口中学自碎孽七前辈的杀戮仙诀进行交换时，内心经历了剧烈的动摇。他不仅对杀戮仙诀展现出的防御与攻击潜力感到震惊，更被那全身亿万烙印守护的宏大构想所打动。在反复权衡后，面对王林转身离去的果决态度，老者终于松口，双方达成了交换协议。为了确保自身利益，老者在交出神通玉简时暗自留了数处隐患，而王林心知肚明，却未点破，反而凭借自身对第三步境界的敏锐感悟，迅速看穿了其中的端倪，并自信能够自行修正。交易达成后，两人各怀心思离去。王林为了表达些许补偿之意，在临走前提醒对方杀戮之气不可超过10万，随后急促离开。回到青灵星后，王林彻底沉浸在对那第三眼神通的钻研与修正中，大半个月转瞬即逝。期间，他不仅化解了玉简中的隐患，更通过修炼使其蕴含的一丝回归本源的气息得以显露。这让他确信自己换得了一门具备第三步潜力的至宝。雷之仙界开启之日，青灵星上空雷云突降，王林伫立横云峰顶，手托雷鼎，眉心间那道通过修炼得来的缝隙若隐若现，散发出一丝邪异的红芒。随着雷云中降下直指雷鼎的接引仙雷，王林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，他竟在仙雷降临的瞬间硬生生将雷鼎收回，以此来截取那道珍贵的仙雷。此举在雷之仙界开启的历史上绝无仅有。随着王林果断将雷鼎收回，原本即将消散的雷云在仙界威压下被迫维持。王林以疯狂的姿态吞噬了接踵而至的2道仙雷，哪怕身体因承受不住恐怖的雷霆力量而多次砸入地底，他的元神却在疯狂汲取其中的元力，修为以惊人的速度在问鼎圆满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。当第3道足以令整个青灵星颤栗的恐怖仙雷带着雷云漩涡落下时，王林意识到自己有些过火了。他元神离体，化身太古雷龙，知行强行吞噬了一半雷霆，随后在雷霆的反噬下，不得不强行召回雷鼎抵挡余波。接下来的景象在雷之仙界开启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本应是接引载体的雷鼎，因疯狂吞噬了整个天际的雷云漩涡，不仅无法承受其内积压到极致的恐怖力量，竟在一阵碎裂声中彻底崩溃，甚至连碎片都化作了尘埃。这标志着雷之仙界自诞生以来，首次永久失去了一个进入的名额，而导致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王林，也在雷鼎崩溃引发的恐怖雷暴裹挟下，以远超常人的速度冲破了虚空。在那狂暴至极、足以撕裂肉身的雷芒卷动下，王林瞬间从青灵星消失，在那与寻常星空截然不同的空间通道中疾驰而去。而此刻，罗天星域各处，其他获得雷鼎的修士正平稳地被牵引向雷之仙界，却根本无法察觉。有一名以极致疯狂手段强行闯入的不速之客，正带着毁灭雷鼎的余威，如同一道惊雷划破了他们通往仙界的既定轨迹。王林正如同一颗失控的流星，在通往雷之仙界的虚无通道中横冲直撞，他周身被那恐怖且无法承受的狂雷死死裹挟，速度之快已完全超越了寻常修士被接引的常态。甚至在沿途修士的眼中，那并非一道接引之光，而是一场足以令修为不稳者神魂战栗的灾难。随着他在虚无中疯狂疾驰，那种极度的速度与空间摩擦感，让他只能闭目封锁神识，任由肉身在雷厉的冲击下承受着难以言喻的压迫。
在虚无的尽头，那道暗红色的门由昔日仙界仙魂化作的雷之长河，此刻正静静地横亘在虚空中。门前，包括申公虎在内的多位罗天星域顶尖强者与独修者正默默等待开启。由于亡灵之前的行径，申公虎承受着来自家族与雷仙殿的双重排挤，但他眼中却始终燃着孤傲的火苗。当那道耀眼的雷霆流星带着惊天动地的轰鸣从虚无中骤然撞出时，门前众修士皆是目瞪口呆。那流星不仅没有停下等待开启，反而以一种蛮横无畏的姿态，在所有大神通修士试图锁定却又因速度过快而无功的注视下，直直撞进了暗红色的雷电之门中。这一幕彻底打破了众人的认知。一名不信邪的修士试图以分身探路，结果触碰暗红雷电的瞬间，分身便化为齑粉。其本尊更是被那带有因果追踪之意的恐怖雷芒瞬间抹杀，连储物袋一同崩毁。这一场杀鸡儆猴的惨剧让周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然而，只有申公虎通过盗魂感应，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一瞬闪过的熟悉气息，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，对那位尊主的敬畏与追随之意达到了极致。与此同时，在那尚未开启的雷之仙界内部，一片崩溃的碎片大陆之上，正有一位白发老者立于狂雷山峰。他在感受到异样的瞬间，轻咦一声，眉宇间流露出一丝玩味。在那老者消失并隐约透出回归本源气息的刹那，亡灵已在毁灭的雷力推动下强行闯入了这片未开之境。雷霆流星裹挟着亡灵疯狂冲向雷之仙界，在那暗红色闪电的冲击下，雷霆之力瞬间成倍暴涨。仅一息之间，亡灵全身麻木，元神被死死锁住，整个人好似被施展了定身术，随着流星重重砸在雷之仙界的一块破碎大陆上，冲击掀起的风暴弥漫。许久后，尘埃落定，地面留下一处天坑，而天坑深处，亡灵七窍流血，伤势极重。这碎片大陆经此冲击更为不稳，没过多久，亡灵所在的天坑便彻底坍塌，将其埋葬在废墟之下。一名白发老者凭空出现，俯瞰这片废墟，轻笑着感叹有人如此贪心，竟以这种方式提前闯入雷之仙界。他一眼瞧出亡灵元神与肉身皆蕴含雷威，心中暗忖，这修法若是继续下去，早晚会化作雷灵。老者对亡灵落下的位置感到颇为有趣，随手一按，一道光芒划过大地，随后悄然离去。地底深处，亡灵从剧痛中苏醒，发现身处坍塌的石室，他强撑着盘膝坐起，吐纳数日，驱除了体内那丝影响元神的一种雷力，伤势随之好转，但肉身损伤尚存。当他试图施展神通冲向地面时，却发现上方泥土坚硬如铁，且蕴含着非自然生成的强大天地元力。他尝试多个方位，均被法术禁锢，这让他意识到定是有人故意为之，将自己困在地底，只留下一条通道引诱他前进。亡灵心中阴沉，不确定对方身份与目的，但深知原地等待无用，便手持仙笔，催动妖异红光强行开路，直入地下迷宫般的通道。他试图寻找出口，但每当他施展神识锁定出口并飞速赶去时，出口总会闪烁白光，瞬间消失。接连数次，亡灵终于确信这些出口正被人暗中操控，对方就是想戏耍于他。他迅速冷静下来，压制住焦急心绪，不再盲目追逐那些转瞬即逝的出口。与此同时，白发老者在远处静静观察，低语着若是亡灵能在7天内凭自己走出来，便说明两人缘分更深。而亡灵此时已在地下疾驰，利用接下来的3天时间，将所有通道一一走遍，并在心中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地图。凭借着冷静的推演与缜密的观察，他终于找到了离开此地的真正路径。亡灵站在地底通道的连接点，凭借完整的地图，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直被当作玩物戏耍。他性格冷傲，绝不甘受辱，当即决定以强力破局。亡灵召出雷兽化作电光利刃，协同仙位傀儡与蕴含剑灵许立国的仙剑，发起了疯狂的连环轰击。整个碎片大陆剧烈震颤，各处通道接连坍塌，形成连锁反应。随着地层崩裂，原本禁锢它的天地元力细丝显露出来，交错间不时闪现光门。亡灵瞅准时机，带着傀儡与雷兽在光门出现的一瞬，化作流光冲出，终于脱离地底，重见天日。他悬浮在虚空，心头满是疑惑，不知那暗中布局之人的真正用意。他凝视着地面残余的元力细丝，想起此前在罗天星域对雷之仙界的种种传闻。这里不仅有仙玉、仙丹与仙宝，更藏有完整的仙术残篇。
保存完整的仙人尸体，以及传闻中能助人突破修为的元力坑和罕见的元气，这一系列机缘让他深感实力不足。而与之仙界的巨大差异，更让他暗自揣摩其中或许另有隐情。正当他沉思时，地底崩塌处突然散出一丝仙力波动，一个灰白色的弧形把手状残剑露出泥土。远处雷之仙界的另一端，那位白发老者察觉到了亡灵的操作，轻笑之余却并不在意。此刻对他而言，数万年筹划的罗天大阵才是首要大事。待他收复仙山之魂，横扫联盟星域，并向虫玄子复仇后，再寻着有缘人不迟。老者大笑着踏空而去，直奔那高耸入云的仙山。亡灵缓缓落地，将那把手状残剑抓入手中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不解为何此物在地面完整时毫无察觉，反而在崩塌后才显露波动。就在他揣摩之际，远方天际一道裹挟着浓重魔气的黑色长虹急速掠来，长虹戛然而止，其中传出的霸道声音伴随着赤裸杀机直冲亡灵而来。前方小辈，留下手中之物，滚开此地！违者死！魔焰遮天蔽日，伴随着沸热的怪雨笼罩大地，一个头生单脚的巨大魔影悬浮空中。一名身穿紫袍、目光嗜血的青年许风寒立于魔影之上，傲慢地对地面的亡灵下达了死令。许风寒身为阴虚中期修士，一身魔功诡谲，随手便将雨水凝作剑矢，带着凌厉杀机袭向亡灵。亡灵心中本就欲火难消，见对方如此张狂，反倒冷静下来。他不再闪避，反手间雷光炸响，无数雷球在身前汇聚，竟将此地雷之仙界的雷力源源不断地吸引而来。他将融合了天地雷威的巨大雷球悍然推向魔影。许风寒冷笑一声，驱使魔影张开巨口将其强行吞噬，随后挥动手中由雨水凝成的漆黑长枪，激荡起滔天魔气水幕横扫而来。亡灵毫无惧色，取出仙界山石，从中抽出一丝仙山之魂，化作雾团。在水幕临身的瞬间，他借由雾团中散出的仙气波动，硬生生冲破魔气，并在贴近的刹那陡然低喝，引爆了被魔影吞入体内的雷球。只听得魔影内部蓝芒迸射，转瞬之间彻底分崩离析。许风寒面色巨变，身形刚退，亡灵背后的仙位傀儡便已如流星追月般踏出，汇聚全身金光，对着许风寒轰出巅峰一拳。这突如其来的生死杀机令许风寒头皮发麻，他仓促间咬碎舌尖，喷出元神精血，以东灵之木强行阻挡。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冲击波横扫方圆1丈泥土，仙位傀儡力竭退后，身形巨颤，而许风寒也被震飞，狠狠撞向地面，激起漫天尘土。一朵漆黑魔焰莲花在他上方缓缓幻化，许风寒狼狈起身，杀机更盛。然而话音未落，空中那团被他长枪化作墨龙所刺的雾团突然彻底散开，长枪化作了毫无灵性的残水，消散殆尽，彻底粉碎了许风寒的神通反击。许风寒的狠话被长枪消散的脆响打断，他从尘土中走出，面色苍白，眼中只余下彻骨的杀机。作为阴虚中期的修士，被一个问鼎圆满的修士逼到如此狼狈的境地，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耻辱。他心中唯一的念头已变为彻底抹杀亡灵。亡灵心中暗叹，尽管他手段尽出，试图给仙位创造重创对方的机会，但面对阴虚境修士，杀敌依然极其艰难。眼见许风寒终于祭出悼念所化的魔焰莲花，亡灵神色转为前所未有的严峻。魔莲转动间，天地仿若倾覆，万物仿佛沦为尘埃。亡灵深知此战绝不能任由其完全展开，当即在半空幻化出长长的黄泉，以无尽怨气强行对抗那诡异的魔光。许风寒误以为亡灵是修为跌落的第二部大能，甚至猜测亡灵这具身体只是分身。他不再保留，催动魔莲疯狂转动，掀起焚尽万物的魔焰漩涡，直扑亡灵。面对这悼念碰撞，亡灵毫不退让，低喝一声，祭出黄泉怨魂，万千凡人怨念融为一体，与魔焰风暴在半空剧烈冲撞。随着一声震碎长空的撕裂声，大地裂开巨大缝隙，双方悼念接受重创。亡灵喷出鲜血，却在魔焰入体的极端剧痛中激发起更强的战意，强行逆转崩溃的黄泉。这一幕令许风寒心惊不已，他感受到亡灵那股即便悼念破碎也能强行逆转的不屈意念。为了夺回盛世，他鹤立魔莲，开启百转之威。
天地再次随莲花转动，亡灵身形受挫，但他随即踏地稳住身形，将那股不屈的信念融入黄泉，涌现出一股足以吸纳天地的黄泉之力，竟生生阻止了魔莲的转动。就在许风寒试图跃上莲花稳固悼念的刹那，亡灵把握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，他眉心因果纹路浮现，幻化出一条无形的因果之鞭，凌空抽击。边影虽无形，却精准地击中了许风寒的道心破绽，令其身影滞涩，心神俱震。亡灵目光凛冽，身形如电，带着决然的杀意直扑而去。许风寒在因果之鞭的抽击下神魂俱震，道心不稳。亡灵抓住战机，身形一晃，竟直接站上了许风寒悼念所化的魔莲之上。这一招鸠占鹊巢，在象征意义与心神打击上极为致命。许风寒强压心绪后，一眼望见敌人立于自己的悼念之上，心态顿时崩塌。亡灵更是趁势盘膝坐下，催动黄泉之力，将魔莲死死禁锢。许风寒悼念惨败，果断后撤，随后狰狞地祭出了最后的杀招——元力神通元化魔神。他双手间黑焰涌动，强行幻化出一头生有单脚的恐怖魔物。此物竟直接一口将许风寒吞入腹内，以此身躯咆哮着扑向亡灵。亡灵面色苍白，但他眉心的第三只眼蓦然张开，红芒铺展开来，魔物在其目光下瞬间透明，腹中蜷缩的许风寒显露无遗。在那魔物爪子袭来的瞬间，亡灵以定身仙术强行将其凝至两膝。趁此空隙，他取下仙剑，配合许立国的剑意施展斩罗诀。这一剑并非斩向肉身，而是斩断了天地的规则。伴随着魔物躯体崩裂，其腹中的许风寒亦同时气绝。亡灵强忍伤势，迅速收起法宝碎片，并离开战场，直奔数万里外的一座隐秘山峰闭关。在洞府内，亡灵炼化体内的半仙雷补充元力，同时研究从深坑获取的水壶碎片，猜测其可能是一件破碎的元气。而与此同时，罗天星域的一颗暗红星球外，血祖姚空为救爱女姚希雪，不惜认祖归宗，来到姚家祖星。面对家族冰冷的拒绝，血祖道出姚希雪被擒至雷之仙界的消息，终于换得姚家祖先的一声叹息与进入雷之仙界的令牌。血祖心急如焚，正争分夺秒赶往雷仙殿，